的第3天，是早上大概7点多，天还没有完全亮。我们今天要去巴塞隆纳，然后现在我们要赶去搭火车。我们火车是搭8点32分，所以我们要速，我们就赶快出发吧。我们现在到了车站，然后这个车站进去之前还要先过安检，等一下我们车才会来。今天我们要搭这台西班牙高铁，用2个半到3个小时的时间，穿越了半个西班牙，从热闹的马德里一路前进到海边城市巴塞隆纳。这一家是在巴塞隆纳超级多人推的一间西班牙餐厅，有很多经典的西班牙小盘菜和一些地中海的料理，而且价位在巴塞隆纳算 CP 值还蛮高的。面包感觉有淋一点醋的感觉，甜甜的。这餐最好吃的就是这个鹅肝牛排，熟度煎的刚刚好的牛排，搭配着细致的鹅肝，再淋上了红酒酱，真的非常好吃。再来一份西班牙必吃的吉拿棒，外酥内软，再撒上细细的糖粉，最后沾上超浓巧克力，整个就会非常的满足。就是那个圣家堂，我没有办法进去，因为呢今天的票都卖完了，可以提前1个月订票。礼拜6晚上8点的时候，它有开放400张免费的票。对，然后听说要提早来排队，所以我们明天会来排，希望可以进得去，因为它外面真的好壮，它是高第非常伟大的作品，然后也是他生前最后一部的作品，所以希望可以进来。那我们现在要先去别的地方。只能这样了。明天再看可不可以跟他相遇，走吧。圣家堂的外观有分成3个立面，分别象征着耶稣的人生不同阶段。因为它的工法非常的复杂，所以这座教堂到现在都还在持续建造当中。这边是歌德区，然后这边也是就是很多人可以徒步然后购物的地方，就是一个 city walk 的地方。然后这边有2个景点，一个是巴塞隆纳主教堂一个是接吻墙。那等一下可以去看接吻墙长什么样子。我现在是沿着这个巷子一直走。巴塞隆纳主教座堂是哥德式建筑的经典代表之一。这栋教堂保留了超浓厚的中世纪氛围，整个空间一走进去就是那一种很庄严的感觉，可以看到高高的拱顶跟尖塔的架构，搭配着教堂它特有的光影。而且它这个教堂的采光很特别，室内大部分的光线都是靠那些花窗上面的彩色玻璃洒进来的，让整个室内都好像是正在被光包围着。上了屋顶的观景台，从高处俯瞰整个巴塞隆纳的老城区，会有一种整个巴塞隆纳都在脚下的感觉，而且可以近距离的看到哥德式的那些尖塔跟屋脊，非常的壮观。整个城市的声音也都会慢慢的变得很远，最后只剩下淡淡的鸟叫声。在哥德区这边有一面墙，如果有看到的话，通常都会停下来拍照。这一面墙是接吻墙，代表着自由的瞬间。这个作品是2014年做的，为了纪念巴塞隆纳战役300周年。一开始远看会以为它就只是一张亲吻的照片，但走近距离之后会发现，整面墙其实是用4000多张的照片拼出来的，都是当地人投稿的生活瞬间，像是家庭、情侣或日常。在老城区散步的时候，还可以找到一间 gelato， 被这边的人说是他们最喜欢的冰淇淋。里面的口味有很多种，还可以试试看之后再决定要选什么口味。If you want to try， 然后我吃完之后我喜欢椰子口味的，139块台币，它是吃得到那个椰子的果肉的，还蛮浓郁，我觉得很好吃。这是什么的？
芒果，蛮好吃的，台湾味道。它应该会停吧？它感觉都会停。刚刚买的那个票，它连公车都可以一起搭，它是那个48小时的，所以我们刚好在巴塞罗那待2天，可以完美的用上，可以用在机场。所以我们最后一天回机场的时候也可以用到这个票。就是我单趟去机场要5.7欧，然后你这张就是18.9欧，差不多18-19，所以还是买这个会比较划算。有一个教育厅，它教育厅有2个，一个是室内，一个是室外的小小露台。在青旅里面还有一个室内的交易厅，很像是一个家的客厅，也是明天吃早餐的地方。走到旁边是一个简单的共用厨房，明天的早餐也会放在这边，是自助式的早餐。是公共的，看起来还算蛮干净的。然后它洗澡的地方，女厕的厕所有2个淋浴间，但这里最大的缺点也最崩溃的地方是，它的门是锁不起来的，所以洗澡的时候会比较麻烦。西班牙跟台湾有一点像的地方是，他们的摩托车也很多。然后这个沿路就要一直爬坡，疯狂爬坡，好累啊！然后登山，我要参加什么登山团？这里还看得到圣家堂，在远远的正中间。这里就是教堂山了，我们现在在等日落。这个位置可以看得到后面。对，这个位置看得到圣家堂。如果你想要看整个巴塞罗那城市的感觉，很多人就会来教堂山。在这边很久很久以前，其实是西班牙内战时期的防空堡垒，但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免费开放的秘密基地。然后最厉害的地方是，它可以看到360度整个巴塞罗那的全景，所以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海港城市，像今天也可以看得到圣家堂。很多人都会特别挑日落前再上来，因为在太阳西下的时候，整个城市就会变得像那一种很温暖、很像焦糖的颜色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叫它焦糖山。我觉得这里很特别的地方是，它不是那一种很正式的观景台，很多人会带上他们自己的饮料、食物，然后找个地方坐在山上慢慢看夕阳。在日落前的1-2个小时到，可以慢慢看到天空颜色的变化。在外观看起来像石头采石场的米拉之家，其实背后有一个蛮浪漫的小故事。在当时的富豪米拉先生，他就非常喜欢高第帮巴特略先生设计的巴特略之家，所以后来他在准备跟他妻子结婚的时候，就找高第帮他们设计一栋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，也是高第设计的最后一栋私人住宅。刚刚那一家太多人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找到了一间披萨店，我们就要沿着路直直走。它靠近米拉之家附近。这是巴塞罗那一家很受欢迎的人气意式餐厅，店里面是那种休闲的意式风格，没有过度华丽的装饰，但有一种像是在意大利吃饭的温馨感。它菜单是做成披萨形状。推荐点的是他们家的窑烤披萨，是薄脆饼皮的那一种，还有意大利面跟一些传统的小点心。我点的是他们家玛格丽特披萨，这样起司跟番茄酱给的很脆脆，好，而且它很大一份。
得很好吃。然后它意大利面面体是那种很有嚼劲的，对对对，在台湾因为我就完全没有看过喜欢那种很有嚼劲的面，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快吃了整个披萨，然后我刚刚做的时候还说我没有很饿，然后就快把整个吃完，因为它8寸吗？我觉得应该有，那我觉得那是家庭号的，然后这样可以把它吃完，我觉得蛮厉害的。我们现在要走回去我们今天住的地方，没有，我们要搭车，对，对，我们要搭公车回民宿。早安，今天是我们在巴塞隆纳的第4天，等下第一站呢要先去巴特略之家。在大家都排好排满，站得好好的在格拉西亚大道上，高地直接丢了一个不对称、没有在管规则的巴特略之家，但就是因为这样，才看起来特别自然。整面外墙就像一层会呼吸的皮肤，高地故意把外墙做得起起伏伏，让阳光打下来的时候，整栋房子就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变表情。早上、下午、傍晚看起来都不一样，就像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有着不同的心情，所以站在街上看就会觉得这栋房子有流动的感觉。从外观其实就可以偷偷的发现里面的人是怎么生活的。像窗户，它是做从下面大到上面小，是因为下面主要是给主人生活的地方，需要比较多的采光，上面则是仆人的工作间。再仔细看这些颜色，用不同的亮度、不同的反光材质，让整栋建筑物在阳光下是会微微的闪烁。我们现在进来巴特略之家，好像可以听导览。走进巴特略之家之后，会发现这里真的很不像一栋房子，更像是潜入一场海洋深处的奇幻旅程。里面的空间也都是高地亲手设计的，几乎找不到直线，所有的空间都是以自然弧线、流动感跟功能性美学去打造的。1楼以前是巴特略家族的居住空间，一踏进主厅，立刻就可以被波浪状的墙面跟天花板吸引。门窗它用了水波纹的玻璃，窗框的形状就像是海螺一样会自然的弯曲。当光线洒进去室内的时候，整个空间就会像是在流动的感觉，像是走进美人鱼的海底宫殿。这个柱子保留是因为它结构的需要，所以才会有这2根柱子，然后再用它的创意去改变。这个空间是它的客厅，就是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地方。从阳台这边往里面看，超级漂亮，每一面门都做得很特别，也很精致。他去收集了各种碎片之后，再去拼贴，然后也有回收再利用的那个概念在里面。这里的墙面用了高地标志性的马赛克拼贴，搭配精巧锻造的铁件栏杆，线条柔和又充满着有机感。这是巴特略之家的后阳台，是高地为他们家设计的私密空间。这里跟正面华丽的阳台不太一样，面向大楼内部的天井是更有生活感的地方。然后刚刚那个是它特别设计的，就是可以让整个房子很通风，你走进去感受的时候会是凉凉的。然后手上拿着了这个，你只要靠近这里，就可以听到它的讲解，然后它每一个地区都会有一个解说。你就可以跟着他的解说导览，就会很清楚的了解他整个巴特略之家在做什么。然后现在我要走上去2楼了，给你们看这个它整个从下往上看，就像一个漏斗的形状，然后有置身在海洋的感觉。可以仔细看铺满瓷砖的天井，越往高处的地方颜色就会越深，营造出海底世界里面深邃的感觉。窗户的大小也会随着楼层的高低去做调整，让整栋楼的光线都可以获得平均的分配。200
200块台币，它整栋房子的形状，我觉得可以当做纪念。来到阁楼的气氛，瞬间就会变得比较纯粹，而且比较朴实。这里是以前仆人的工作间，屋顶的地板是很可爱的小花砖。整个区域是用一连串的白色悬链拱门，造型就像是动物的肋骨。走过去呢，也是整个弧形的走廊。这样的设计除了一眼望过去很震撼、很惊喜之外，还具备良好的通风跟隔热效果，让夏天很炎热的巴塞隆纳也能保持着室内舒适的温度。这个楼梯是建筑大师魏延武去改造的，所以是鱼鳞的那个形状。看到这里之后，就会发现高第追求的美学都跟功能密不可分。在这里不是只有美，还加上了精准计算之后的建筑智慧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逛完整个巴特略之家之后，走到最后有一个纪念品店，他们真的很会做生意。在最后出口的地方，这小戒指超级可爱的，但好贵哦。虽然一开始觉得1000块好像有点贵，台币1000块，对，但是后来进来之后觉得1000块完全值得。个点都有语音导览，然后语音导览都是需要一点时间，沉浸式体验。而且它这个建筑很特别，它光是它的外观，它的那个窗户上面就是有威尼斯节的面具，然后它的柱子是像骷髅头的感觉，所以有些人就会说它像是骷髅头之家。窗户看的话就是那种鳞片的感觉，就像海洋的风格。所以我非常喜欢这边，推荐大家一定要来。现在来到了后面就是米拉之家了，然后米拉之家它很大的特色，因为它也是高第的作品之一，它是高第3个作品的其中一个。对，但它整个外墙最大的特色是弧状波浪形的造型，让它整个建筑物非常特别，然后也很有名。今天呢，只会站在外面看它的外观。如果你想要省钱，然后不想要花门票进去看的话，你可以去它旁边的咖啡厅。咖啡厅好像3欧元，对，花3欧元就可以进去看它天花板的造型，也是波浪形的。现在来西班牙的麦当劳，然后这也是我来欧洲第一次踏进麦当劳。不知道欧洲的麦当劳吃起来跟台湾是一样还是不一样，但这里一定比较贵。我们等一下去楼上看一下。如果还有那种套餐的话，感觉会比较划算。这个4.5欧，然后这个3.5欧。然后它也是自动点餐，点完之后就来柜台取餐。我们点了1份薯条，然后吉士汉堡，跟芬达，还有一个冰旋风。你的点是什么？一个鸡翅，4个鸡翅，然后跟一个那些鸡肉丸子。这个在台湾没有看过。对，这在台湾没有看过，新的。哇，5.4。然后来吃吃看西班牙的吉士牛肉堡，跟台湾一模一样。觉得还有比较小颗一点。然后是西班牙的薯条，它只有附1包番茄酱，那如果要再加的话，又要再加0点不知道多少欧。好像0.3，那薯条还蛮好吃的。然后它的那个冰旋风是比较小的那种，然后芬达好像再加0.01欧吧。怎么样？是比较清爽的口味，因为我在台湾都会配可乐或是玉米浓汤，它没有什么化学味。我觉得差蛮多。这个来欧洲的时候可以点芬达看看。就可以选 Kit Kat 跟 Oreo。我们是选 Oreo。就是很普通。一样吗？一样。试试看。一样好。
那它饼干有比较大块一点。它吃起来是 Oreo 跟那个冰淇淋是分开的，不是像台湾是合在一起那个焦焦的那种感觉。就是冰淇淋上面撒 Oreo 碎片。对，它没有把它拌在一起，但是它的那个味道是一样的。薯条我也觉得很像，但我觉得芬达又比较好喝。鸡翅堡也跟台湾味道一样，但我觉得西班牙的麦当劳物价算很便宜，跟台湾没有差很多。这个人潮超级夸张，排一整条，然后店在那边。这家店是被称作全世界最好吃的巴斯克乳酪蛋糕，他们家的生意超级好，我们排了至少20分钟才买得到。整间店很小，只能外带，里面都卖各种不同口味的巴斯克乳酪蛋糕。我们买了原味，然后开心果、巧克力，这个也是原味。总共买了4个，然后排了20分钟，然后下来去看好不好吃。这个是原味的，它起司味超级浓，然后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。有值得这20分？我觉得有，真的很好吃哎，因为它是那种很绵密的口感，它下面有一层饼干，然后饼干也是那种松软的感觉。你一入口之后呢，马上就会在嘴唇里面化开。开心果是这样，开心果味很浓，但我觉得点经典的这个起司会更特别，喜欢起司口味的。但开心果也很好吃，只是如果是要经典的巴斯克的话，我觉得一定要点到原味。总共9.45欧，9.45欧台币是多少？400-500块，差不多。但是还蛮值得的。我们现在在巴塞隆纳的海滩，后面就是地中海，没错，而且还看得到非常可爱的小帆船，还可以看到很多就是辣妹跟帅哥，因为他们都超糗，在那边躺在沙滩上面放松，大家都在助晒，觉得这边真的是非常有活力的一座沙滩，我觉得跟台湾蛮不一样的，我就蛮喜欢，最好是顺便带一个什么野餐垫，对，然后直接躺在上面一整个下午。这边人都会带一本书，因为平板啊或者手机可能会反光，那你的手机就会很烫，所以你可以带一本书，学当地人躺在沙滩上阅读。因为今天没有带拖鞋，所以就没有走下去。郑家堂在外面看的时候，会觉得它很像沙堡或是钟乳石雕出来的森林，几乎找不到完全一样的线条。因为高地觉得大自然没有直线，所以很多的设计灵感都来自树木、山洞跟动物。进去郑家堂里面哦，不可以戴墨镜，然后只要长过你的心。一踏进圣家堂里面，马上立刻就会被彩色玻璃透出的光线吸引住。东侧是诞生立面，是以蓝色跟绿色为主，象征着日出跟生命。西侧的受难立面则是用红色和橙色，象征着日落跟荣耀。当阳光穿过这些彩色玻璃的时候，就会落在教堂内部的地板和柱子上。整个教堂真的非常的美，很神圣庄严的感觉，每一束光都像是在讲故事。再走到更里面，会发现哥德式的柱子像森林里一根根的大树向上延伸，支撑着拱顶的感觉。这些柱子不是只有支撑着建筑，每一根柱子跟拱顶的纹路看起来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就像大自然中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干一样。
而且教堂的光线也不会是均匀的，随着一天之中阳光角度的变化，光影也会随着流动，让教堂有了自己的生命力。有粒粒分明的感觉，然后没有很油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然后这个是，他说那是牛肉拉面，但我觉得像刀削面。牛肉吃起来就像那个炒牛河的牛肉一模一样。我比较喜欢炒饭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那种味道，真的。我在吃这个味道。这个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觉得它面偏咸。牛肉炒米粉，它米粉就是细面的感觉。这个没有味道，但感觉这两个都是用同一个酱，只是这个就是重咸，然后这个就一般正常的面的调味。我第一个喜欢炒饭，然后第二个喜欢这个米粉，再来就是这个拉面。这是大白菜，这其实蛮好吃的，是番茄炒蛋。番茄炒蛋的话有点咸，所以一定要配白饭，比较咸。蛮咸的。这一次整趟巴塞隆纳的旅行，最后也在吃饱逛完了西班牙凯旋门之后画下句点喽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Jessie， 下一集旅行见喽，拜拜。